假日强抢民女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就是个小偷！我劝你识相点啊，坏了我们霸总的规矩，霸总不会放过你的。霸总啊，只要在蓬莱城，就得守他的规矩。我们霸总就是公道大王。公道大王啊！来吧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要把我绑起来，带我去见你们霸宗吗？你去，给他绑上。我。快点儿！来吧，把我套上。啊？套上？去！啊！不偷鳏寡孤独，不欺老弱病残，这是规矩。记不住的就给我滚出蓬莱城！是。拉下去，下一个。老大来了。一个小姑娘家，何必大费周章？解开吧。哎，好，哎，松开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就是霸宗？不错。听说这儿都归你管？不错。那我倒是好奇了，你都管了，我家冥府管什么？你是官家的人。哼，不错。让他走。走，快点！什么意思啊？官家的人自有官家管，我不管。给我拉出去！哎，是。别拉！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刚才听你的兄弟们说，要想在这蓬莱的街面上行走，都得按你的规矩来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狄仁杰狄冥府来了。从此以后，蓬莱这上上下下归他管，你可以歇着。自古以来，官家是官家，江湖是江湖。江湖是江湖，可你别忘了，咱们头顶上还有王法。你手上的这江湖权，我得给我们狄冥府要回去。权力不是要回来，是挣回来的，得自己挣。那你说，怎么挣？一下酒。跟我蓉妹喝酒，找死吗？没想到冥府刚刚上任，就得空来我明月坊闲坐，曹安荣幸之至。不过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主事跟我说，正是娘子。月芳歌姬慎重，他想必是搞错了。不如我把腾空的新作唱于冥府听。那不必了。冥府不喜欢腾空的诗作。男情女爱之事，非我所喜。没想到冥府居然不解风月。腾空盛名之下，虽无子嗣，也无纳妾之意。对夫人银莲情深意重，
他诗中所写所叹，也是与妻子白首相携的期盼。纵然是今上，也会为之动容，自以雅情二字。这些都不能让冥府感动。娘子消息通达，实不像一个偏居蓬莱的普通歌妓。冥府可知我籍贯何处？从前父亲在京里的时候，跟一个曹姓官员有过来往。18年前，因为铸造私币被抄了家的曹鹤仙。那荷包虽然旧了，却也绝非是寻常百姓可以得到之物。荷包边上的琉璃器，也非凡物。冥府果然好查案，明察秋毫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料定冥府是滨州人，因为我想听滨州小调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我曾去过滨州，对那里的风貌人情有所见闻。这琵琶原配的拨子坏了，弹不出嘈嘈基音，就且唱一首《蓬莱幽语》吧。怎么了，和尚？哎，谁呀？谁？家主，快！家主！夫人，家主还有脉象，快先救家主！快先救家主啊！慢点儿，还跟上！哎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。郎君，喝喝药吧。我说不喝，才不喝！腾公，腾侃，冥府，腾侃，求死来了！我来投案。
家主，哎，家主，醒醒啊！正面3刀，背面4刀，又是7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那短剑可有人动过？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功，相附青皮半木通。癫狂梦醒汤。腾功疯癫，自何时而起？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4扇屏风？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，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冥府，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复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期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？是。自何时而起？ 5日之前。
清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气，快进气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明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唐公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滕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狄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粉末，之前有碱，握笔。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7道，为何都是7道？明府，没什么味儿啊。张堪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齐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就结案了？蝶儿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少赢啊！这可都是我靠自己本事赢来的，合律合法，愿打愿挨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事儿呢已经了了。谁了的？立规矩的人。还赌吗？江湖权力不是儿戏，真要赌，咱们换个赌法。你还要赌什么？咱们就赌你们手头上的案子。狄仁杰要是真能把无名尸体的案子破了，查到真实元凶，那我这江湖就归他管了。可是他如果破不了，我也不图你们什么。咱们官家、江湖各不相犯。赌了。如果你破了无名尸的案，那从此以后蓬莱县你说了算。不然呢？这儿有3颗铜头子，1颗头子我帮你们办一件事情。这方圆50里之内你可以打听，没人敢不给我面子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究人。谢了啊。等等，3颗头子只能办3件事，你可别给我偷奸耍滑。没什么不然啊，你可是狄仁杰啊，这案子你肯定能破，你得努力啊，怀英。
这赌来的钱呢，不算是脏钱，用这钱买来的靴子，自然也不算是赃物，这个可不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回屋换靴。马蓉啊，小狗啊，啥都好，就是爱吃屎。什么时候把这个毛病改了，小狗啥都好，啊？哎，狄仁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谢了。滕公悲伤过度，旧疾复发，好好休养才是。这些都无妨。冥府可知，我20多年前流连京畿之时，与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令尊为人磊落，殷荣至今牢记于心的。当年我官拜右屯卫长史，叫做滕仲元。南雁白发悲，孤塞山岳林。天地常入夜，生死共长生。自父亲离开之后，这首诗一直常伴左右。今日得遇父亲故人，是怀殷之幸啊。只是不知滕公为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从大漠孤烟转投风花雪月是吧？是银莲改变了我。自从我与他成婚，我便不愿再去碰触杀伐决断，所以改了名，只想做一个沉迷在温柔乡里书写情书的庸人。如今年过半百，唯愿与银莲共度余生，别无他求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被我亲手所毁。淮阴尚有一事不明，滕公为何一定要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？冥府，即便你不判我，老天也将判我。手刃爱妻，忘情负义。与其每日尽受煎熬，独活残生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在地下与银莲相见。冯侃求冥府，看在与令尊的交情上，判我死罪吧。滕侃谢过冥府了。滕公万万不可！淮阴既谋圣恩，自当依律行事。滕公也曾在朝为官，自当熟知唐律。依唐律，癫狂病人无伤人命，当从轻论处。滕公才名远播，全县百姓上书请命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判您无罪啊！命苟存，心有死。有一事，淮阴还望滕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
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你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瓶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家主，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也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。夫人说。夫人说。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银莲，对不起。齐平，孙齐平，郎君，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中被猎鬼附身了！家主！当时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齐平预言一般，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齐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画中人？
文公与父亲相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家主交友甚广，我如何全都能记得啊？更何况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